眼前我们看到这里呢，一眼望去，大家以为是在关中平原，很多树木，但是呢，恰恰相反，这里是沙漠。大家一眼望去，是不是不相信沙漠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下这个沙漠的故事。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历史文化深厚，其实远远还不止这些。像我们熟知的经常走的地方，什么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青藏高原等等，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沙漠。中国呢，沙漠的面积其实不小，非常庞大的。那这些沙漠基本都在北方，沙漠很影响人们的生活。我们去年去那个甘肃的古浪县，看到有自杀的那个地方，有一些资料还记载，如果是说沙尘暴来了，黄沙滚滚，有时候呢就遮天蔽日一样的。所以从古至今，这个沙漠的治理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不光是我们国家，全世界也是一样的。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沙漠，是中国4大沙地之一。沙漠有纯粹的沙漠，还有沙地。大家一开始看的话，感觉这里就跟我们说的平原是一样的。那其实这个是很多人发挥了大的功夫来治理这个沙漠，才有我们现在眼前的这种画面。那这个地方呢，是叫做毛乌素沙漠，是中国第一个即将消失的沙漠。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变成我们看到的绿树葱葱，变成了我们说的草原一样的，其实就是无数个人在这里治理沙漠，治理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堪称我们一个奇迹，也堪称世界的一个奇迹。我身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沙漠。不过呢，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不是我们说的完整的沙漠。我们说从小喜欢玩沙子，对不对？这个给大家看一下，以前小时候放牛啊，在河边放牛就会玩这种沙子，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这种沙子的沙漠的沙跟我们平常看的河流啊或者建房子的沙是不一样的。这个沙就是我们说的粉嫩细小的。这个毛乌素沙漠是中国4大沙地之一，它是位于榆林地区和鄂尔多斯之间，面积达到4.22平方公里，其实还是非常庞大的。同时呢，它这个沙漠属于在明长城的北部，在明朝这个时候呢，这里呢是属于关外，因为在长城之外嘛。这个毛乌素沙漠在很久以前肯定不是沙漠。在秦汉的时期呢，这里呢还是属于草原，肥沃的草原，因为当时基本上属于匈奴的管辖，在秦汉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放牧的。当时匈奴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赫连勃勃在这个榆林地区建国，都城就是在那个统万城，在靖边这边。但是到了唐朝的时候，由于几百年、上千年的过度那个放牧、过度的那个开发，还有经过气候的变化，那这里呢开始就慢慢的有了沙地。然后到了明清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彻底变成沙漠。也就是说，从当初土地肥沃、雨水很多，变成了沙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清朝的时候，沙漠化更严重，是为什么？当时清朝有个政策，就鼓励开垦，所以很多人在这里开垦的话，自然而然的话，沙漠化就越来越严重。但是呢，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一直在这居住，可以我们这样说，是很多人的老家，是很多人的故居。所以从我们国家建国之后，特别是1959年以来，人们呢为了这个防沙付出了巨大的工作，巨大的那个力量，就是说兴建防风林带、引水拉沙，开展了改造沙漠的巨大工程。这个我们去年去看那个鼓浪的那个我们说的6旬老汉39年坚持治沙，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好几代人坚持治理这个沙漠。从59年到现在，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将近600多亩那个沙地被治理，就是沙漠变成我们看到的绿洲，看到的草原，80%的毛乌素沙漠得到治理，水土也不再流失。就是现在
很多毛乌沙漠已经不是沙漠了，变成了林地、草地和良田，就是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个，一开始以为是到了那个草原或者到了关中平原一样的。而在这个沙漠腹地呢，还开辟了农田160多万亩。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因为北方嘛不能种水稻，那么可能就是种苞米、种玉米这些，就是这种沙漠之都啊，变成了大漠绿洲。特别是2020年4月份，陕西省林业局公布的这个治理的过程啊，就是土地治理率已经达到93%多。也就是说，毛乌素沙漠即将从陕西的版图消失，这个也就是中国即将消失的第一个沙漠。这里就可以玩沙子了，就是这样的，好细啊！这个现在这边温度比较高，我们经常在网上看一些节目啊，说这个沙子里面能够烤鸡蛋，在这里呢，可能这2天可能不行，前几天榆林这边温度啊37、8度，那可能放鸡蛋可能真会熟。那今天这个稍微凉快一点，现在30度，但是这个沙子里面呢，也是温度很高的，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沙漠变成绿洲，但是呢，这个我们就说一说之前的故事。当时在近代和现代啊，毛乌素的那个地区的沙尘暴很多，很频繁。当时榆林市呢还被迫搬迁了沙次，就是说经常有沙尘暴过来，确实不适合我们说的生活。但是呢，搬迁之后，这个沙尘暴还是经常来。当时呢，不少居民呢只好搬迁走，另谋生路，所以就形成了我们沙漠一直往前，人呢一直往后退的局面。多达400-500个村庄被沙尘暴侵袭，而且是经常的。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跟我们说的打游戏一样的，山高尽秃头，滩地无树林，黄沙滚滚流，10耕9不收，就是黄沙天天来，耕地呢种的东西呢，基本上90%是没有收的。59年之后，开始了漫长的防沙治沙的过程。像我们现在看到沙漠呢，有很多树，其实呢还有种植了很多适合沙漠生长的植物啊，像沙柳、沙枣这些，进行大面积的栽种。经过这个半个多世纪的治理，毛乌素就是说渐渐的绿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的看到画面。从2014年开始，榆林地区就再也没有受到过沙尘暴的攻击。而且呢，榆林以每年1.62%的荒漠化逆转率，就不断的缩小了这个沙漠的面积。就是以前我们说的沙进人退，现在是人进沙退，刚好相反了。也就是说，原有的漫天黄沙变成了现在的满眼葱翠。那么在这个治沙的过程中，其实诞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诞生了很多这些低调的英雄。很多治沙的英雄，像石光宁、殷玉珍等等这些人，几十年在这个地方治沙。所以在这些英雄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之下，曾经的黄沙满地的沙漠荒原，如今变成了这个到处能够看到绿树的村落，大家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为他们点赞，这些治沙人员的伟大呀，堪称我们祖国的又有一个奇迹，向他们致敬。